土耳其跨境反恐，美国发出警告，双方矛盾不断，真会决裂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土耳其针对库尔德武装进行打击，为什么美军要反对呢？卡塔尔世界杯将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中东地区，而中东地区的另一边却战火四起。土耳其开展了抓奸行动，针对盘踞在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武装进行了打击。随后，美军中央司令部称，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危及到了美军驻叙利亚部队的安全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土耳其对中国和俄罗斯并不友好，和美国之间不单是美国在北约的盟友，还让美国在土耳其境内建立了不少的军事基地。那么现在是什么让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翻了脸，甚至是到了决裂的边缘？首先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中东一直被美国视为重要的核心利益区之一。想要掌控中东，就需要进行不停的军事介入。美国为了推翻叙利亚政府，扶持盘踞在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组织。但是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有着众多人口，最关键的是这个民族一直都寻求独立。美国的做法让土耳其感到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，所以非常不满。其次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台以后，想要让土耳其得到大国地位，重塑奥斯曼帝国的荣光，对美国的态度越发强硬。在美国零和思维的主导下，土耳其经常面临美国和伊朗直接选边站的尴尬处境。土耳其不愿意甘心做美国在中东的棋子，而美国需要中东主导，眼里自然容不下土耳其这样一个想要做大做强又不听话的小弟，因此开始对土耳其进行了打压。土耳其在2016年军事政变未遂，成了美国对土耳其发起制裁的导火索，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矛盾。第三，这次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西方国家跟随美国的脚步，加紧对俄罗斯制裁。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，反而和俄罗斯的关系缓和了不少。土耳其总统发言人伊布拉辛·卡林多次公开强调，不会对俄罗斯进行制裁，不但从俄罗斯进口大量能源，还在很多领域和俄罗斯保持了合作，这让美国十分不满。那么，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真的会决裂吗？我认为短时间内不会。虽然两国目前矛盾很深，而且摩擦升级，但是美国和土耳其之间还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。敏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美国需要依托土耳其，将自己的军事力量辐射到中东各个地区。如果和土耳其决裂，势必在中东地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。同样，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，北约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也发挥着核心作用。土耳其不但积极参与北约的各种演习，还在境内驻有多个来自北约其他国家的部队。当形势紧张的时候，土耳其可以迅速向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友寻求军事援助。总之，埃尔多安一切以本国利益出发，左右逢源。在大国博弈中，美国不敢也不会与土耳其发展到决裂的地步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